亲爱的朋友，搜词风云是专注于分析和讨论那些引起台湾大部分网民关注的关键词和事件，从科技新闻到娱乐八卦，从社会事件到经济动态，无所不包。加入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话题背后的故事，洞察时代脉搏。我们的视频分为5段，分别为排名前5的台湾热搜词。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 Hot Search 1。 韩国知名演员朴智雅因出演《黑暗荣耀》中饰演宋慧乔角色的酒鬼母亲而一举成名，然而她却于今天因脑出血突然逝世，享年52岁。这位饰演着压抑、痛苦角色的女演员，在她真实人生中似乎也未能逃脱生命的残酷打击。她的经纪公司证实了这一噩耗，并公布了葬礼时间。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韩国演艺圈。朴智雅的演艺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长期以来在各类影视作品中扮演配角，但凭借在《黑暗荣耀》中的精湛演技，特别是她饰演的疯癫母亲形象，让观众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角色不仅展现了他对复杂情感的把握，也揭示了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阴暗面。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也同样面临着健康的挑战，最终因脑出血不幸去世。他的去世让人们重新审视了演艺圈中压力与健康的关联。作为一位公众人物，朴智雅在面对媒体、工作压力的同时，或许忽略了自身的健康问题。这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健康需求？朴智雅的离世无疑是演艺圈的一大损失，她在《黑暗荣耀》中的经典表演已成为永恒的记忆。然而，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作为观众，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在镜头前闪耀的演员？他们是否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健康状况。你认为，在高压环境中，演员们应该如何平衡健康与事业呢？ Hot Search 2。 随着台风山陀儿的逼近，台湾各地的停班停课消息不断传出。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特别是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的面临极端天气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基于安全考量，先后宣布多个地区停班停课，以确保市民和学生的安全。停班停课这个词再次成为热搜，反映了人们对于天气灾害的高度关注。台风假不仅影响学校与公司，对于家长们来说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平衡工作与照顾子女。尽管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停课可能是一个欢呼的理由，但背后的真实原因却充满了严肃性。每一次的停班停课都是政府对当前天气风险的回应，确保不让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而为什么这个词能如此快速地成为热搜？这与台风山陀儿的路径和影响有关，特别是当台风的风速和降雨预计在周2或周3达到高峰时，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是否会有更大范围的停班停课措施出现。而停班停课的影响不仅是学校和公司，还延伸至家庭与社会整体的应急准备工作。很多人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储备物资，如何应对可能的长时间停电或交通瘫痪。这次的风暴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灾害？我们是否已经为接下来的天气变化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这样的自然威胁，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类突发状况呢？ Hot Search 3。 47岁的女星何妤玟在2020年经历离婚后，一直备受外界的关注。她的感情生活自此变得更加低调，直到最近，她突然公开了一张与混血男星田武阳的婚纱照，宣布了自己再婚的消息。这张婚纱照中的何妤玟面带幸福的笑容，田武阳温柔地捧着她的脸，两人甜蜜的互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何妤玟的再婚消息来得出乎意料，让许多人为她感到开心，也让人不禁思考，她从过去的婚姻中走出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田武阳是最值得我付出爱的人。这句话道出了他对这段新关系的真心。田武阳作为一位混血帅哥，在演艺圈中有着婆妈男神的称号，他的温柔与成熟气质也成为这段感情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和于文的再婚能够冲上热搜？除了他的明星身份，这段感情的公开无疑触动了许多经历过感情波折的人。经历过婚姻挫折的何于文选择重新开始，这种勇敢的决定激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与支持。他的故事让我们思考，爱情与婚姻并非一成不变，每段关系的结束都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这段再婚故事背后带来了哪些情感上的启示？在面对过去的伤痛后，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爱情和婚姻的意义？你认为经历过离婚的人是否更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Hot Search 4. 曹启泰曾经是台湾主持界的风云人物，主持过连环炮、好彩头等经典节目，以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个人事业的波动，曹启泰在40岁时遭遇了事业上的重大危机，他的节目停止制作，主持邀约减少，财务状况也受到影响。这段人生低谷迫使他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移居上海。这次的移居并非逃避，而是他重新思考人生方向的契机。在上海，曹启泰并没有立即重返主持界，而是积极探索新的机会。他接受了商业活动的邀请，开始拓展更多元的事业版图，并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曹启泰强调，他并不认为自己当时遇到的是危机，反而觉得这是一个转机，是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机会。曹启泰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是因为他展示了在困境中如何保持高 EQ、积极应对的心态。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人生的起伏并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每一次的变化与挑战。或许正是这样的乐观态度，让他能够在事业低潮期逆转局势，并在异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这个故事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我们面临人生中的困难或危机时，是否也能像曹启泰一样，将挑战视为新的开始，而非结束？在未来的挑战中，我们又能否保持这样的乐观态度，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呢？ Hot Search 5. 赖清德总统近日出席了一场国军新晋任将官的茶会，当场目睹部分将官在他进场时未按军中礼节起立迎接，这让他非常不满，直接在现场批评了这些军官，甚至怒斥：“我是三军统帅，看到我为什么不站好？”据现场目击者透露，赖清德还怒摔了手上的资料。这件事迅速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大家对于总统的反应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身为三军统帅的赖清德有权利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应有的威严，特别是在军队中，礼节和纪律是基本要求，任何怠慢都应该被纠正。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总统的反应过于激烈，是否可以采取更冷静的方式处理，从而不至于引发更大的争议。赖清德之所以这么在意礼节，是因为军中纪律严明，礼节代表着军队对上级的尊重和忠诚。在国际场合，国家的领导人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尊严和形象，因此类似这样的场合，一旦出现疏失，将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以及军队内部的纪律性。那么，这次事件能登上热搜，也在于大家对于领导风格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赖清德的强硬作风是否能够激励军队纪律性，还是会引发更多的质疑。作为三军统帅，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被放大检视，这也让人不禁思考，领导人应该如何在威严与和谐中找到平衡？你认为，总统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保持威严的同时，又能妥善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呢？